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我呢是主持人 Big Joe。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呀？特殊嘉宾是谁呢？是我们谷歌的新任产品经理 Alina。那 Alina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 Alina， 我现在在谷歌做产品经理，是Joe的同事。那 Alina 呢，她有一个非常传奇的这样的一个整个人生经历。那今天呢，就会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她曾经是香港的投资银行家，然后跨越了整个太平洋来到硅谷，成为谷歌的一个产品经理。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的心路历程呢？今天就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在接下来几周呢，Alina都会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过程。首先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人生心路历程，然后呢，会分享一下当时她具体是怎么从一个投资银行家转成一个谷歌产品经理的。最后呢，还会跟大家分享她的很多的人生心法，她的三观，她的各种各样的怎么样呀脑洞。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一个人生历程。能不能说一下，比如说你在哪里出生，在哪里长大呀？我是安徽芜湖市出生的，然后我在10岁的时候，小学6年级去到了福州，然后在福州长到18岁读大学，那个时候就被香港大学录取，学了经济金融系，然后在香港读完本科之后，又继续在香港工作，做投资银行。你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生啊？是那种就是除了学习之外有别的爱好吗？我高中花挺多时间学习，但是相对来说学习还算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我也参与了不少的课外活动，然后比较做的多的是音乐类的，然后比如说合唱团然后还有做指挥还会弹琴。真是有意思，就非常擅长音乐呀各方面的一些东西，个人比较喜欢。那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去了香港？当时觉得香港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然后又比较国际化的一个亚洲城市，而且当时在香港大学面试过程中也很有幸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所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哇，免费的。对，羡慕羡慕。所以就这样选择了去香港吧。那个时候对香港其实了解非常少，而且老实讲，我在高中时候没有去过香港，所以第一次去到香港大学报道的时候，发现那个人行道非常狭窄，只有一个人一生才能过去。如果当对面有一个人过来的话，得2个人这样侧着走过去。当时还很 shocked。哇哦。有没有受到什么文化上的冲击啊？比如说不会讲粤语啊等等。有当时我们那个香港大学还是3年的学制，所以我在浙江大学先做了第1年的委培学习，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香港要说粤语，即使你说普通话和英语也 OK 的话，但是你为了更好的融入嘛，还是希望能够用本地语言沟通。于是当时就在看很多 TVB， 然后学粤语，虽然学的怎么说呢，也是麻麻得了，所以够用就好。去到香港，然后就会去点一些烧鸭饭这种比较简单的绘画，很有意思，这个文化融合。你当时是在一入学的时候就要选择这个金融这个专业吗？我当时是在录取的时候就已经选定了专业的，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到了入学了以后呢，第1年过程中你其实都可以转。在本系转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的，如果要跨系的话，其实也是很容易。因此呢，你入学之后呢，就选择了金融学这样一个专业。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呢？当时我是从自身出发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数理能力比较强，从小做奥赛，所以对数字计算都比较敏感，所以就觉得以后的工作呢，希望能够或者选的专业呢，都是能够有比较 quantitative 的一面。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自己其实如果要学基础数学基础物理这种特别理论化的东西，和人打交道比较少呢，我可能又没有办法发挥自己比较有亲和力然后喜欢和人这个沟通的这一面，于是就找到金融学这个，一方面你又需要数字，一方面也需要人文，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那我们从现在角度来说，你后来若干年后成为了一个谷歌产品经理，那你觉得当时你在金融学学的东西现在还有用吗？其实还是很多可以有 transferable 的地方。首先从软实力来讲的话，有很多我在投行和在大学的时候打基础的，比如说business acumen， 就是你对于商业的这个敏锐度，然后理解，然后再加上你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专业的素养吧，比如说如何和同事
沟通，不管说是语言上还是文字上，书面写 documents 这些沟通的方式，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学习。再加上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 modeling 这一块其实是还是很重要的。不管你以后是做各行各业，你都需要 make sure 你做的这个东西是在商业上面是逻辑上行得通的，然后会有市场，然后比如说你这个成本和这个收入其实是可以ROI 可以有正向的，所以做一些商业决策的时候还是会回归到在大学学的一些东西。挺好的。然后呢，据我所知，那几个大的投资银行，如果你能够去那边工作，是一个挺难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比较竞争性比较大的吧，对吧？当年的话，你是怎么能够这个脱颖而出，在这么多的学生里面，最后被这个著名投行所录取的呢？投行当年的这个竞争和现在其实也不太一样了，当年还算是相对简单的，我也觉得也是非常的 lucky 啊。在当年我在准备投行面试的时候，一是他其实非常看重你在本科的这个学术的素养，包括比如说你的 GPA 啊，你在学校参加的一些活动啊，你担任的 leaderships，就是可能是跟学校研究生录取看的标准其实也比较相似，然后剩下一块就是看你的专业能力了，比如说他会问你一些金融类的问题啊，会计的问题啊，看你在那些我们叫 technical 这些问题上面能够回答的多少，然后最后他会看你跟投行的这种风格是否匹配，比如说你是不是比较干练，然后比如说 result oriented， 然后有 problem solving skills，而不会说就可能遇到很大的压力啊，需要你去 multitasking 的时候，就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比较多的比较 demanding 的一个工作，所以看你这个人有多 resilient， 然后能抗压能力有多强。所以说我基本上这个 summarize 一下，就是说Alina 你当时的第一是你学习特别好，学神；第二呢专业课特别好，专业课特别好，对吧 ？accounting 啊什么特别好。第三呢有非常强的这个怎么样干练，非常的什么 resilience， 对吧？所以说你就被他们录取了。可以大概可以这么概括吧。明白。我听说投行还是比较辛苦的嘛，这工作的时长是很长，能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有多辛苦吗？当时真的还是挺辛苦的，我也挺 surprise。不过因为是刚刚开始工作嘛，所以有很多东西要新学习，然后有很大的 learning curve， 然后很开心，每天都有进步。但是如果要看 hours 的话，可能每个星期至少在70-80个小时以上，然后比较忙的时候可能有到100个小时，所以一个星期168个小时嘛，所以除去睡觉睡觉的时间之外，你可能都在工作了。这个是可能持续了1-2年，到后面可能你 step up 做更多的管理啊、leadership 相关的一些岗位的时候，就 hours 下来了，但压力还在那里。明白。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想起来，我们这个频道是关于产品经理的一个频道。我们接着讲讲看，就是从投资银行家到产品经理的这样一个转换。那这就很重要了，就是说，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去美国、去硅谷、去谷歌做一个产品经理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回过头来看呢，Steve Jobs 当年说过，当你往前看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迷茫。等到你往回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点都连在了一起。我觉得当年我没有那么怎么说呢，一步到位。我只是觉得我在投行做的工作虽然很有意思，但是因为是按照项目制的嘛，我今天做这个项目6个月、1年时间做完了以后，我又到了下一个项目，之间其实没有所谓的我希望有的 ownership， 就相当于说我是专门负责一块事情，前后有 consistency， 年复一年我都可以跟踪，就像你的一个小宝贝一样，看他不断的成长，年复一年的让他做得更好。对，我觉得不仅是说 ownership 这一件事情，还有说你在打磨同一个领域的时候，有一些 exponential 的一个 learning 的增长，就相当于说你不断的在 switch context，你每一次都是 ramp up 新的东西，你能认识的事物的这个深度吧，只能这么多，然后每一次都重复，然后你有很多的广度，在职业初期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等到你职业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希望能够有深度了，然后这个深度是建立在一个领域生根，然后你的增长是指数级的，而不只是像原来累积的这种线性的增长。这个你刚才讲的是从这个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觉得比如说做投资银行家和做一个产品经理给你的带来的人生的意义有没有什么不同呢？人生的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比较
在乎对他人的影响，特别是在个人层面的。就我需要一些比较直接 tangible 的看得到的 impact。比如说我现在在谷歌做产品经理，我也是做一些比如说消费端的，而没有首选去做企业端。我原来是基本客户都是大公司吧，所以我会知道我做的东西对于这样的企业非常有帮助，但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企业里面的员工进行沟通，然后发现我做的事情对他们的人生活带来了质变。而如果我现在做一个 to C 的产品经理的话，我知道我的产品一旦渗出去，就会有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在用，并且他们会因为我做的产品有直接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改变，所以我是期待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所以当时就很明确，就说我想要离开这个金融行业，因为它更多的是一个比较间接的一个对社会的贡献，到一个更直接就是做产业，做一些 operating roles。然后当时其实一开始没有特别明确说我到底是要做哪一个细分领域，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市场啊，其实当时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理解，因为做金融的同学可能都知道，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 specialized 的领域，而不像是在单位里面企业它有不同的职能部门，然后大家互相合作很紧密，大家也都知道自己的职能是什么。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叫做这个 professional services，所以我们整个公司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乙方，然后都是按项目制，每个人的职能都是一样的，提供服务。对，然后服务的内容也是既定好的，所以其实是我当时没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这个职能部门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只知道说我想做一件踏踏实实做一件实在的事情，然后在第二步才是去看，我到底是想要做什么样的部门。那你当时是怎么决定要去做产品这件事情的呢？我当时离开投行之后呢，有一个机会是去国内的一家创业公司去做一个我们叫 Chief of Staff 这样的一个岗位。当时选择这个职位也是希望能够用一个比较俯瞰的这个视角去和公司里面不同的岗位全部都能够有一些接触，然后理解自己在每个岗位里面的匹配程度，相当于是领导的战略助理。也不敢说是战略助理吧，我们就是领导的助理，做一些比较支持性的工作，但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视角去看企业的运作。于是当时就有机会跟我刚刚提到的各个职能部门的所谓的领导去合作，然后观察然后慢慢的发现，产品这件事情其实是更适合我在所有的这些选项里面。于是当时就比较明确是想要做产品经理。非常好的故事哈。那你当时为什么觉得产品经理是最适合你的职能呢？其实这还是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是在北京的一个创业公司，而大家可能也知道，在硅谷产品经理是有一个独特的这个 premium value 在这儿的，大家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领导性的一个岗位，但其实在国内它跟大家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可能都是相似的一个，都是产品狗呗。对，我们都是产品狗。当时其实并没有觉得产品这个东西有独特的光环，所以不是因为光环被吸引到，更多的是产品经理要求你又有宏观性的这个战略的眼光，又需要你有 attention to details 的这个能力，这个跟我以前在投行的这个工作性质非常相似，就是我一方面白天跟 CEO 们开会，晚上回家画一个 PPT， 然后这个 PPT 需要非常 detailed，把每一个细节、每个数据、每一个标点符号，都画对了，对吧？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技能层面，很有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发现产品其实它既需要你有一些 art，也需要有 science，是的，对吧？你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你需要非常的能够发散，然后可以有很强的 brainstorming 的能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又需要有很强的这个 quantitative skills，你需要看数据，对吧？数据分析，对，然后就是你在art这面你要对 user 有这个所谓的同理心，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又要有非常这个客观的这个数据分析能力，这个跟我当年选金融，其实是很相似的一个理由。又是文科生又是理科生。
对，然后最后就是我发现产品是一个非常 cross functional 的一个职位，因为它其实又要跟技术打交道，又要跟设计，还有公司里面其他的部门，非常多元化。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以前在投行做的工作也很相似。我们要以前做一个项目，有不同的中介机构，然后公司内部也有不同的职能部门，因为我们是前台业务部门，所以我们需要牵头，所以就是非常相似的一种工作模式。和比如说技术相比，它可能更相当于和我以前的工作更相似吧。当然，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之间的不同啊。当然不同了。你以前做投行的时候，你可以虐一下你下游的供应商，对吧？你做产品经理，你谁都虐不了，对吧？大家都可以虐你，对吧？所以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综合比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岗位，而且对我这个人的性格也比较匹配，再加上跟我的原来工作的也有一定的相似程度，于是就选择了做产品吧。后来你在北京做产品，后来是怎么就选择要到硅谷来的呢？当时我同步也在申请这个 MBA，然后有幸拿到了我的梦校Stanford 的GSB 的 offer。我这个稍微插队，斯坦福的 MBA 是很难申请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这届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只有个位数的中国人。对，然后每年在香港都是只有一个人，很少，所以概率非常低。然后我算是香港的这个唯一代表。我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幸运吧，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硅谷。那首先是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升 MBA 到这个地方来，以及这个之后你为什么要选择在硅谷继续做产品经理呢？这有两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第一部分是为什么要来美国读 MBA。当时我申请 MBA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然后探索这个大千世界吧。就是相信有很多东西，之前自己第一份工作，或者说一开始在做投行这几份工作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探索。另外就是我相信在美国市场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启发我，和我当时在香港和更多的时间在大陆看到的东西可能会有不同维度吧，就是另外一个新的维度。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帮助我打开这个思路，test 一些原来比较 take it for granted 的 hypothesis。然后的确有很多新的体验，然后最后让我发现，其实在硅谷有一群独特的人，就是大神们，就像Joe这样的产品经理，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这个和我当时在国内理解到的产品其实还挺不一样的，所以觉得学到很多，最后被 convince 说在硅谷这一块很有活力，很有朝气的地方，我可能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更加速的来提高我的这个职业的能力。然后你后来呢就成功的登陆了谷歌，成为谷歌一个产品经理。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快到了，在下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就会怎么样呀？我们会下钻到这个具体的时间里面去，你的2年的这样 MBA 生涯怎么样准备，然后最后成功的怎么样成为谷歌的一个产品经理，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过怎么样的一个挑战、机遇，以及甚至在里面自己的这样一个奋斗的过程。那我们下期节目就会专门讲这一点，也就是说是 Alina 的职业分享。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拜拜。